你知道在美国平均寿命大约是76岁吗？而许多到达这个年龄的人已经依赖多种药物来度过每一天，这是一种令人警醒的现实。更多的生命年数并不总意味着更多的独立年数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衰老伴随着虚弱、疲惫和缓慢失去活动能力。但在日本，情况却大相径庭。那里的长者不仅活得更久，通常活到80岁和90岁，还保持着活跃、灵活的状态，令人惊讶的强壮。秘诀并不是昂贵的治疗或在健身房里花费数小时，而是根植于一些简单的日常练习。这些练习以大多数人从未学过的方式训练稳定性、力量和平衡，而这正是你今天要学习的内容。日本长者每天进行的6个简单动作，以保持身体的韧性和独立性。将它们加入你的日常生活，你会惊讶于无论年龄多大，你的腿部、核心和姿势会多么迅速地变得更强。Shikodachi 称为相扑姿势，乍一看可能很简单，但它是真正的力量和控制的源泉。想象一下，双脚分开，深蹲并保持稳定，拥有不可动摇的稳定性。这个姿势远不只是武术一物，它是传统与现代健身之间的桥梁。在日本，它不仅被相扑选手练习，还融入了更广泛的身体训练文化，帮助几代人保持活力和强壮。即使到了老年，四股力的主要好处在于它能够同时激活多个肌肉，它能调动股四头肌、臀肌、腿后肌和内侧大腿，同时以大多数西方深蹲无法比拟的方式打开髋关节。这使得它不仅适合锻炼大肌肉，还能改善柔韧性和血液循环。可以把它看作是原始力量训练和保持身体年轻的拉伸之间的混合。这是一种让肌肉充满能量、刺激荷尔蒙的锻炼，甚至支持骨密度，这是随着年龄增长无法忽视的事情。开始练习不需要健身房或昂贵的器械，只需将双脚放宽于肩宽，脚尖稍微向外，慢慢降低到这个姿势，同时保持胸部挺直。保持这个姿势20到30秒就足以感受到肌肉的酸痛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可通过增重或深蹲提高挑战。这里的进步就像爬梯子一样，你从小开始，然后逐步增强肌肉，直到姿势变得自然。这个基础自然为下一个姿势打开了大门。锻炼平衡的方式是大多数人从未训练过的。猫步 Nakawashidachi 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蕴含着非凡的力量。乍一看，它显得轻盈而优雅，大部分重量放在后腿上，而前脚轻轻接触地面，脚跟抬起。然而，在那种优雅的背后，是一种增强平衡、激活稳定肌肉和改善踝关节控制的练习。这些都是在任何情况下安全移动的关键要素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转化为更稳健的步伐，走路时更自信，以及更少的绊倒风险。这种训练在身体成熟时尤其有价值，因为在50岁之后，摔倒和不稳定的风险往往会增加。通过挑战身体在较小的基础上自我支撑，这个姿势增强了踝关节稳定肌肉、前胫骨肌、小腿、臀中肌、股四头肌和深层核心肌肉。这些肌肉共同保护膝盖和踝关节，增强协调性，并重新编程身体，以更快、更准确的反应。向上台阶或突然改变方向，这样的日常动作变得更加顺畅和安全。储存控制、流畅性和运动。练习时，将大部分重量移到一条腿上，膝盖微微弯曲，另一只脚轻轻放在前面，脚跟抬起。最初保持这个姿势20到30秒就足够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伸展手臂或甚至闭上眼睛会增加强度，变成身体核心里的锻炼。正如日本大师们数百年来所展示的，颈部的和谐练习培养了专注力和耐心，这些品质自然为下一个姿势做好准备。你喜欢目前的内容吗？如果你觉得有意义，请花点时间订阅频道并点击喜欢按钮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即将到来的课程。正坐，传统的日本跪姿远不只是一种文化习惯，这是一个重新调整身体并较受纪律的姿势。坐在脚跟上，脊柱挺直，看似简单，但对姿势和呼吸有深远的影响。
在日常生活中，这意味着下背部的紧张减少，神经系统更平静，运动的基础更加稳定。这提醒我们，训练不仅仅是为了在健身房锻炼肌肉，有时静止也是健身的一部分。好处不仅仅体现在外表上，凯撒拉伸髋屈肌，拉长股四头肌，轻柔地激活竖脊肌和核心肌群，以保持脊柱直立。通过恢复骨盆的正确对齐，减少腰部的压力，从而使呼吸变得更加自由和高效。这些调整可以有效缓解长时间坐在椅子上的不适感，并改善在锻炼、运动和日常活动中的身体舒适感觉。把它看作是现代生活方式的解药，安静而强大。开始时，先跪下，脚背平放在地上，坐回脚跟，保持脊柱挺直，肩膀自然放松。先从1至2分钟的短时间开始，随着舒适度的提高，逐渐增加持续时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像在脚踝或膝盖下放置垫子这样的变化，可以使练习更容易。Sisa 可能不会像重深蹲那样锻炼肌肉，但它通过培养对齐、耐心和韧性，为身体和心灵的力量做好准备。这些品质自然会流入下一个姿势。坐禅，这种经典的坐姿冥想，通常只与心理宁静相关，但其身体益处同样强大。双腿交叉坐着，脊柱挺直，不仅能有效平静神经系统，还能激活负责支撑下背部和稳定骨盆的深层核心肌肉群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转化为更好的姿势。长时间坐着后，不适感减少，平衡感更稳固。这提醒我们，训练不一定总是意味着在健身房进行高强度锻炼，有时安静的姿势能建立最坚实的基础。从身体上看，坐禅的效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。保持上身笔直且直立，可以有效激活横腹肌、斜肌、竖脊肌和髋部的稳定肌，同时轻柔地拉伸髋部和膝盖。这种组合既增强力量，又提升柔韧性，保护脊柱，改善整体对齐。难怪日本僧侣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练习这种姿势，将身体的纪律与精神的清晰结合起来。对于任何寻求健身、运动表现或只是想要轻松移动的人来说，坐禅提供了一种安静的锻炼肌肉的方式，同时培养耐心和专注。练习时，坐在地上，双腿舒适的交叉，脊柱挺直，肩膀放松。初学者可在臀部放垫子，减少压力，以便长时间保持。刚开始每天几分钟就足够了，随着身体的适应，逐渐增加时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姿势不仅变得更加自然流畅，还成为提升平衡、专注和韧性的重要工具。轻柔地为接下来的动态姿势做好准备。气场立姿看起来与视频开头展示的四股立姿相似，但有一些关键的区别。虽然 Shikodachi 要求更宽的基础和更深的下蹲， Kibadachi 则注重稳定性而不夸张姿势。双脚大约与肩同宽或稍宽，保持平行并指向前方。下蹲不那么深，强调耐力和侧向稳定性。视觉上，这就像是稳稳地坐在一匹完全看不见的马背上，扎根而稳固。在身体上，Kaibadeshi 激活了股四头肌、臀部、腿后肌、外展肌、小腿，甚至核心肌群。这种全面的激活增强了整个下半身的力量，并改善了本体感觉。总结文本：身体感知位置和平衡，保护膝盖和臀部，提升控制力和稳定性。几个世纪以来，日本武术家一直使用这种姿势来培养不仅是身体力量，还有纪律和韧性。要正确执行，保持双脚平行并指向前方，肩距与肩同宽或稍宽，弯曲膝盖，使其与脚对齐，并在双腿之间均匀分配重量。一开始，保持这个姿势20至30秒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增加保持时间会使 Kaibadeshi 成为一种独立的锻炼，增强肌肉，并为随后的动态动作建立稳定基础。与我们迄今为止探索的传统日本姿势不同，墙壁深蹲并不源于该文化。这是一种在抗阻训练和物理治疗中广泛使用的现代锻炼，完美地补充了之前的练习。通过将背部靠在墙上，滑下至坐姿。没有椅子，
身体被迫保持稳定，结合力量、稳定性和专注力。看似简单，但几秒钟内大腿就会开始发热，这显示了它的有效性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转化为更强的腿部力量，便于爬楼梯、搬运重物或简单的更长时间站立而不感到疲劳。这里的肌肉参与非常强烈，股四头肌主要承载负担，同时臀部、腿后肌、小腿和核心也在保持对齐。作为一种等长练习，它不仅增强肌肉，还改善血液循环，帮助维持骨密度，这对活力和长期活动能力至关重要。对于那些已经习惯动态健身锻炼的人，这个静态姿势提供了一个新的挑战，增强肌肉并测试心理耐力。执行时，将背部平贴墙面，滑下至膝盖弯曲约90度，保持双脚平行，指向前方，肩宽分开，均匀分配重量，轻轻将下背部压向墙壁，保持姿势。开始时保持20至30秒，逐渐增加时间。尽管它并没有根植于日本传统，但墙壁深蹲将一切结合在一起，融合了力量、稳定性和身体意识，为这一系列动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收尾。顺便说一下，如果你想探索一个简单实用的系统，包含更多增强练习，请查看评论区固定的链接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这是一个可以让你的日常锻炼变得更简单的指南，并以一致的方式帮助加快你的成果。日本老年人每天练习的动作，帮助他们保持强壮、平衡和独立。但真正的问题是，你是只是观看，还是会实际尝试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今天开始，3个月后你会在哪里？走路更自信，轻松爬楼梯，感受到你以为消失的能量。大多数人总是等待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，但事实是，最佳时机永远不会到来。力量、灵活性和独立性是逐步培养的，你已具备起步的工具。那么，是什么阻止你重新获得应有的身体？如果这个信息与你产生共鸣，请确保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课程。